1925年，国民政府北伐期间呢，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萧劲光的部队与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在一所村庄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双方密集互射了3天，打的是难解难分，炮弹满天飞，死伤惨重。可即便这样呢，这枪林弹雨的，竟然没有一颗子弹、一枚炮弹飞进了这个村庄。整个村庄是安好无缺，静好如初，不禁的让人联想起《西游记》中孙悟空给关于院中的禅房下的避火罩。难不成那位神仙也给这个村庄下了保护罩不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呢，一队日本兵呢从村外的高龙岗大道经过，几百双眼睛这么瞅着，愣是谁也没瞧见这个小村子。也正因为此呢，几百年的古建筑群才得以保存至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村。比起《西游记》这种神话故事一种更靠谱的说法呢，认为村子的来历多少和诸葛亮有些关系。民间传说，元朝时期一位精通风水看舆术之人，也就是诸葛亮的第27世孙诸葛大师，经过探测和观察之后呢，决定全家迁居到浙江兰溪的西部，并将此地呢命名为高龙村。这个名字也与他的祖上诸葛亮颇有关系。这东汉末年呢，诸葛亮就在隆中这小小的草庐当中呢，与刘备畅论天下大事，说出了那段名垂千古的隆中对，也为刘备呢定下了3分天下、联吴抗曹的立国大计。诸葛大师呢，便根据高卧隆中的典故呢，将自己精心挑选出的驻地取名为高龙村。这高龙村最为奇特之处呢，就在于其布局的精巧玄妙。从这航拍角度上看呢，从一个酷似太极阴阳鱼的中池为中心，辐射出8条主要的小巷，构成了8个方位。沿着这8个方位呢，村里的居民和弄堂是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格局，有如隐含对应的9宫8卦。据说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以8卦布局的村庄，也是和风水法则完美结合的典范。村中的建筑是千门万户，面面相向，背背相承，巷道是纵横交错，看起来仿佛是四通八达，处处相连。可走着走着就进了死胡同，没了去路。当然，这本身呢就起到了一个天然的防御作用。这陌生人要是没有村民的带领之下贸然入村，多半是被迷得晕头转向。要是哪个不开眼的盗贼进了村，最后呢就只能落个乖乖束手就擒的下场。从元朝至今呢，高龙村的居民繁衍生息，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村落。诸葛大师曾留下一段遗训：吾一生精力尽在阴阳22宅，去后或有灾咎，慎勿疑。虽然经过了几百年的岁月，村里人丁兴旺，屋子也是越盖越多。不过呢，9宫8卦的总体布局一直都没有发生改变。后来呢，村民为了吸引天下的游客，干脆直接将高龙村呢改名为诸葛八卦村，对外打起了诸葛的名号，来了个名人效应。当地的村民呢也都相信，这诸葛大师打造的神奇八卦村所规划的建筑格局呢，就是源自于诸葛亮的八阵图。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乍一听这个八阵图这几个字都以为还是一幅画呢。其实呢，这是一个神秘的兵阵，有多神秘呢？只能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在三国之中只闻其名不见其形，倒是在《三国演义》第84回被后人呢附会出一段很精彩的描述。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呢率大军入川之前经过夔关时呢，诸葛亮掐指这么一算，料定日后呢会与孙吴发生战争，于是就在离开隆中前往四川之前，诸葛亮就在于府浦呢将8、9师队乱石呢排成了八阵图，陈列在沙滩之上，以抵御东吴大军的进攻。后来刘备讨伐孙权失败兵败夷陵之后呢，东吴大将陆逊亲自率领大军追杀刘备。当追杀到于府浦时陆逊见石阵中并无人马，笑着说
不过是些迷惑人的小术罢了。于是呢，带领了几十名骑兵进入到石阵中参观，眼见着要走出石阵，刹那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但见怪石嵯峨，插牙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紧接着又是一阵江声浪涌，犹如剑鼓之声。这陆逊大惊失色，知道自己中计了，慌忙在这石阵中是左旋右转，可怎么都转不出去啊！你可别小瞧了这一堆石头，石阵中的每道石门呢，都还有相生相克之道，这每天每时是变化无穷，可比这10万精兵啊还要强悍。人一旦闯入其中啊，必死无疑啊！最后呢，要不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见陆逊年纪轻轻，不忍见他困死，这才出手相救。否则啊，即便机智聪慧的陆逊，也要葬身于这石阵当中。见识了这八阵图的杀气，陆逊这才彻底打消了要进攻蜀汉的想法，也因此是锐气大挫，对诸葛亮高深莫测的兵法心生敬畏。以至于呢，后来在与诸葛亮交战中是处处谨慎，不敢与其正面冲突。诸葛亮借助八阵图，也成功的抵御了东吴大军入蜀国，成鼎立之势。后来大唐诗圣杜甫啊作诗曰：“功盖3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石吞吴。”这看似随手排列的一堆石头，怎么会比真人还厉害呢？《三国志·诸葛亮传》只说呢，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贤得其要云，并没有记载这奇术的奥秘。后来在《晋书·马龙传》《晋书·桓温传》等多部史籍中呢，也留下了记载。西晋镇南将军刘宏参观诸葛亮故居时呢，曾令李兴立碑撰文，表彰诸葛亮的功业，其中呢也提到了八阵图。千百年来，八阵图因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说这八阵图呢是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8种阵势所组成，又按照遁甲呢分为生伤休度景死经开8门，这里边用到了天文地理等许多高深莫测的知识，用起来那是千变万化，威力无穷。而八阵图在阵法上包含了有64种变化，难攻难破，可根据战况不同随时调整。那这八阵图咋就能飞沙走石，引来狂风大作呢？难不成能调动某种神秘力量？这诸葛亮之后，八阵图为何就销声匿迹了呢？历史上真实的阵法到底长啥样呢？只可惜对于这些个问题呢，《三国志》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在一些兵书和其他史料中有零星的记载。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里的永正典根据历代兵法搜集到的描述呢，认为这八阵图呢是由8种兵法阵型组合而成，分别是天赋阵图、地塞阵图、风扬阵图、云垂阵图、龙飞阵图、虎翼阵图、鸟翔阵图和蛇盘阵图，总共8种类型的阵图。这8种阵图呢，既可以合为一体，又可以独立成阵，还可以根据军队人数的变化，让多个阵图组成数量不同的大阵。这阵型变化远远超过了8864种，打起仗来呢也是灵活多变，御敌之术可谓是神出鬼没。说到八阵图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唐太宗。大唐贞观7年，唐太宗亲自编导制作了破阵乐舞图，重新演绎秦王破阵舞大型舞蹈，并召集这文武百官一同欣赏。对于不少人来说这无非就是一个看热闹、欣赏一下舞蹈的恢弘气势。不过呢，大将军李靖却一眼看出了门道，脸上是写满了震惊后来李靖与唐太宗讨论历代兵法时对太宗说道：“臣悄悄地观察陛下所编制的破阵乐舞，就是按照八阵图的兵法布局来排的。人间只看见乐舞之盛大，谁能知道那原本就是军队的气象和威仪唐太宗志得意满地说道：“兵法只可意授，不可言传。朕作破阵乐舞，也唯有爱卿你能够知道其表面的奥妙，也就是让后人知道
朕呐不是随随便便就编了个舞蹈。看来啊，唐太宗呢一直就很精通八阵图的兵法。唐太宗早年呢为大唐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率军是东征西讨，一统大唐天下。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唐太宗就很可能用过八阵图的兵法。要知道，当时的超级战将李靖可是长期钻研历朝历代兵法，对八阵图呢也只是略知皮毛。那么唐太宗又是如何得到八阵图的兵法秘籍的呢？由于现有的史料中找不到任何的记载，因此唐太宗和八阵图的关系也就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了。当然，也欢迎小伙伴们脑洞大开，在咱们的留言区呢留下您的高见。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